圈有一种遗憾，叫胡兵与瞿颖，同样是超模出身，同样的逆天长腿，同样的高颜值，甚至连那种岁月不败的冻龄感都如出一辙。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，全中国的观众都在等着他们官宣，等着这张民政局的号码牌发到他们手里。但结局我们都知道了，他们没有在一起。故事的起点要回到上世纪90年代，那是一个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。那时候的瞿颖是中国第一代超模冠军，是站在天安门广场拍大片的时尚 icon， 而胡兵是皮尔卡丹洋服的御用模特，是内地4大小生之首。1999年，一部真情告白横空出世，他们在剧里饰演一对欢喜冤家，那是内地偶像剧的鼻祖。当身高1.89米的胡兵和1.75米的瞿颖同框时，那种溢出屏幕的 CP 感让无数观众坚信这就是真情侣。胡兵自己也信了。多年后胡兵在综艺节目里并不避讳的承认，我是真的喜欢过瞿颖。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，当年他看瞿颖的眼神是不清白的，他甚至在飞机上想过向瞿颖表白，那是他离爱情最近的一丝冲动。但命运最爱开的玩笑叫时差。当胡兵情窦初开，想要迈出那一步时，瞿颖的身边站着正如日中天的罗中旭。胡兵选择了沉默，退回到朋友的位置，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。后来瞿颖分手了，胡兵觉得机会来了，但他性格里的犹豫和细腻让他想再等一个更完美的世界。结果这一等瞿颖又爱上了李亚鹏，再后来是长达11年的张亚东。你会发现瞿颖的恋爱节奏是无缝衔接的，而且他喜欢的类型非常固定，要么是才子，要么是浪子。他喜欢那种带有危险气息，能给他提供强烈情绪价值的男人。而胡兵呢，他太乖了，他太正了，这就引出了他们无法成为恋人的第一个深层原因：性格的极致互补。在做朋友时是蜜糖，在做恋人时可能是砒霜。瞿颖虽然长着一张女神的脸，但骨子里是个湖南妹子，性格大大咧咧，人送外号曲大爷。她活得粗线条，不拘小节，敢爱敢恨。她可以素面朝天去路边摊吃臭豆腐，也可以在节目里毫无包袱的模仿丑角。而胡兵虽然长着一副硬汉的身材，但内心住着一个细腻敏感甚至有点脆弱的小公主。他是典型的上海男人，精致讲究，注重细节，情绪容易波动，需要大量的安抚和陪伴。在两人的相处模式中，经常是反过来的。瞿颖像个男朋友一样，在精神上保护着胡兵，而胡兵像个女朋友一样，在生活上照顾着瞿颖，同时在情绪上依赖着瞿颖。瞿颖曾当众调侃胡兵是胡3岁，他说胡兵如果不高兴了，会像小孩子一样闹脾气，需要人去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这两人真的谈恋爱，会发生什么？瞿颖这种崇尚自由、讨厌束缚的性格，大概率会受不了胡兵的敏感和粘人。而胡兵这种追求完美、需要情绪回馈的性格，也会在瞿颖的粗线条里感到被忽视。做朋友，他们可以互相吐槽、互相支撑。瞿颖可以包容胡兵的矫情，因为那是朋友的情绪；胡兵可以欣赏瞿颖的洒脱，因为那是朋友的魅力。但一旦变成恋人，这些差异就会变成争吵的导火索。所以他们潜意识里都在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。他们选择了一种更聪明的相处方式。友达以上，恋人未满。这种关系让他们拥有了比爱情更高级的安全感。在瞿颖被李亚鹏伤害，哭着打车去上海找胡兵的时候，胡兵是他最坚实的依靠。在胡兵事业低谷，在异国他乡感到孤独的时候，瞿颖是他随时可以拨通的那个电话。他们见证了彼此所有的狼狈，所有的眼泪，所有的光荣。他们太熟了，熟到已经没有了性别的界限，熟到已经无法产生荷尔蒙的冲动。胡兵曾说他们是家人，这是一个比爱人更沉重的词儿。爱人是可以换的，也是可以散的。在名利场这个巨大的染缸里多少恩爱夫妻最后反目成仇，多少金童玉女最后老死不相往来。但家人不会，他们甚至许下过一个著名的约定：如果到了60岁，你未娶我未嫁，我们就一起大伙过日子。这个约定不是备胎的无奈，而是托底的承诺。它意味着无论你在外面受了多少伤，无论你谈了多少次失败的恋爱，只要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，我是你永远的退路。如今胡兵53岁，瞿颖53岁，他们依然单身，也依然都在彼此的身边。在乘风2023的后台，当胡兵惊喜现身，瞿颖像个小女孩一样冲过去拥抱他。那一刻两人眼里的泪光和默契看哭了无数观众。岁月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，瞿颖变黑了，更健硕了，胡兵更成熟了，更儒雅了。但他们之间的那种磁场依然纯粹的让人嫉妒。在这个快餐爱情盛行的时代，胡兵和瞿颖的关系早已超越了爱情。他不需要一张纸来证明，也不需要孩子来维系，他建立在深刻的理解、长久的陪伴和绝对的信任之上。他们没能成为爱人，这或许是一种遗憾，但他们活成了彼此灵魂的另一半，这绝对是一种幸运。胡兵和瞿颖用30年证明了，有些人注定是用来错过的，但正是因为错过，才得以永恒。与其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消磨掉对彼此的滤镜，不如在适当的距离外做一辈子的知己。这或许才是成年人世界里最高级的浪漫。当有一天他们真的到了60岁，如果还能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喝杯酒，聊聊当年的 T 台，聊聊那些错过的爱情，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。